当我第一次听到腾龙要发布这一支20到40 f2.8 镜头之后，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玩意？腾龙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吗？这一支镜头广角并不够广，长焦也不够长，但是呢，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我也拿它用了短短的1周。本期视频呢，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真实使用感受。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支镜头的外观设计和基本参数。那首先它真的是非常的轻便小巧，它的长度甚至比腾龙的1728 f2.8 还要短那么一点点。那它和我手上的索尼1635 f4 PZG 的镜头呢，几乎是一样的大小和重量。那和腾龙的绝大部分镜头一样，它继续保留了67毫米的滤镜大小。那虽然它是一支外变焦镜头，但是呢，当它从这个40毫米变到去20毫米的时候，仅是伸长了那么一点点而已。那哪怕在稳定器上面使用了，都可以无需重新调频，直接拍摄。这镜头还是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仅有一个 USB 这个 Type-C 的插口，可以连接电脑进行自定义和固件更新使用。那虽然它也是防尘防水滴的，但是呢，这个外露的 USB Type-C 接口呢，真的是让我对它的3防功能呢有所保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画质。那在20毫米端呢，全开光圈 f2.8 下，中心和边缘锐度都有不错的表现。那随着光圈缩到去 f4 之后呢，中心和边缘锐度呢都有一定的提升。那在40毫米端，总体表现和20毫米端是非常相近的。那对于一支入门级的恒定 f2.8 光圈的变焦镜头，我对它的画质表现呢也是相当的满意的。这支镜头的紫边和色散控制表现呢相当的不错，哪怕在 f2.8 光圈下都仅有非常轻微的紫边问题，仅需收一点光圈就难以看到紫边问题的存在了。那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呢，在20毫米的时候仅为 0.17 米，那几乎可以直接贴在物体前面拍摄。而40毫米端的时候呢，则为 0.29 米。那这样子的最近对焦距离非常适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来拍一下一些美食照片或者扫街时候拍摄一些花花草草。在看炫光方面，这镜头表现尤为不错，除非是对着强光在某些角度拍摄，才会看到有一点点的鬼影，那否则都难以看到鬼影的存在。这支镜头的背景虚化和光斑呢，也是带有浓厚的腾龙风格。那到底好看与否呢，就是见仁见智了。那只是在虚化方面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杂乱。那不过呢，这支镜头毕竟还是属于广角镜头，那所以呢，虚化方面相信大家呢也未必特别的看重。在星芒表现中，这支镜头还是可以给我一定的惊喜的。那无论是在20毫米端还是40毫米端，在 f9 之后都可以明显看到有一定的星芒效果。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以下样片为它评分。在畸变控制中，无论是20毫米端还是40毫米端，我对它的表现呢都是尤为满意的。那在我之前使用腾龙的1728 f2.8 的时候，我对它在这个17到20端这个广角的时候的畸变控制呢是尤为不满的。那但是呢，腾龙这支镜头在这方面呢做的确实是不错的。实话实说，经过短短的1周使用，在拍照的时候，我个人还是不喜欢这样子的焦段。那虽然它包含了我常用的24毫米还有35毫米的焦段，我个人还是希望它是一支20到50毫米的镜头，这样子或许它的使用范围会更广，更符合我个人的一些拍摄习惯。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如果你们仅需一支轻便、综合素质还不错的镜头，方便日常带出门拍摄、记录生活，
这支镜头总体还是不错的。那或许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你们也会习惯它如此独特的焦段。那不过当我用它进行拍摄视频之后，我的观点呢也是彻底的转变了。我终于发现了它的魅力。那首先，这是一支非常适合用来拍摄 vlog 的镜头，20毫米的焦段不会特别广，不会像这个17-28这个在17毫米端会造成边缘严重的拉扯和失真。那在自拍的时候，不仅可以拍到自己，还可以清楚交代所在的环境。那但是呢，如果是女生的话，或许还是会觉得这套组合呢比较重。那如果是男生的话，问题应该不太大。那第二，如果进行视频拍摄工作，在拍摄活动或者婚礼的时候，把20到40 f2.8 放在稳定器上，真的是非常轻便，拿一天呢都不会觉得累。那而且20毫米可以拍摄大场景，40毫米可以拍摄人物特写。那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做这个自媒体，并且还拥有 A7M4， 那恭喜你啊！在 4K 25全画幅下，它既是24到40毫米的镜头，可以拍摄 ARAW 的部分。那当我们把相机切换去 4K 50的时候，相机就会自动裁切变成 Super 35的这个画面。那这个时候呢，这支镜头则变成30到60毫米的等效镜头，我们可以用它来拍摄一些产品的特写，拍摄一些 B-roll 的画面，一镜两用。那第三，这支镜头的呼吸效应控制呢还算不错，无论是20毫米还是40毫米端，呼吸效应都不算严重。综合以上的所有观点，更让我觉得腾龙的初衷或许是想把它变成一支 vlogger 自媒体拍摄视频时候使用的一支镜头，而不是为拍照而生的镜头。最后让我来看一下它的对焦表现。腾龙的镜头搭配索尼的机身，基本上都不需要担心对焦问题。在单点对焦下，这支镜头的表现比较不错，快速准确。在 AFC 全区域模式下，这支镜头的对焦速度呢并不算最快，但是也是绝对的够用了。日常拍摄问题也不大，那就算人物在前后走动需要跟焦的时候呢，也难不到这一支镜头。最后总结一下，虽然这支镜头的焦段比较特殊，而且呢价格呢也比较亲民，但是它在方方面面的表现都远超我的预期。那这样子的焦段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或许是真香，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有所保留的。那这当然了，也是我个人的喜好和习惯的问题了，与它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让我在腾龙的17-28 f2.8 和20到40 f2.8 这2支镜头中挑选一支来拍摄视频，特别是婚礼或者是活动视频，我肯定首选20到40毫米。那因为它的实用性还是相对更广。那如果你热爱拍摄 vlog， 热爱记录生活，拍摄这个美食，喜欢随拍，拍摄全身或者半身人像，那这支镜头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评论，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